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啊，我是丽姐。平时就爱跟大家唠唠相亲那些有意思的事儿，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订阅支持。要是今儿这故事您听得过瘾，觉得精彩，就当请丽姐喝杯茶，打赏打赏。今儿个要讲的可不是一般的相亲，那简直就是奇葩碰上奇葩，一场既让人笑掉大牙，又发人深省的大戏。咱先来说说这位女嘉宾，叫小林，32岁。那模样长得真是清新脱俗，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，绝对的气质美女。她刚迈进我婚介所那会，我瞅见她，心里就想，这姑娘咋长得这么漂亮，漂亮的让人都不敢直视。但吧，又总觉得她身上透着股子距离感，不是那种接地气，让人能立马亲近起来的类型。尤其是她那双眼睛，老是闪着自信的光，给人一种我啥事儿都能扛得住，拿得起放得下的感觉。可您再听听他的要求，就知道和他这气质完全不搭边儿。他来找我，张嘴就说：丽姐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我只嫁富二代，没有5000万资产的免谈。我当时正端着茶杯喝水呢，差点没给惊得把杯子摔地上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姑娘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？都32岁了，咋还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呢？不过干我们这行久了，像她这样的要求虽说少见，但也不算特别稀奇。大龄女青年嘛，长期单身，心里难免焦虑不安，慢慢的就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心墙，把自己困在里头，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。我就耐着性子问她，小林啊，你说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5000万啊，那得是多大的家族资产才能达到呀？小林眼睛一瞪，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丽姐，我可跟您说清楚了，我就是要嫁富二代，就得能给我提供优渥的生活，让我不愁吃不愁穿，最好家族背景强大，事业有成。不然我结婚干嘛呀？这年头光靠爱情能当饭吃吗？我听她这么说，心里直摇头。这姑娘的想法整个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一套逻辑。但既然她找到我这儿了，我就想着怎么着也得给她个机会，看看能不能真碰上哪个大富豪能接受她这高要求。于是我就开始在我的资源库里一顿筛啊选啊。您还别说，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位陈浩。这陈浩呢是个年轻的企业家，家里虽说不是那种顶级富豪，但也算是有钱人了。他自己开的公司那是做得有声有色，资产也有个1000万级别。从物质条件上来说，其实已经能满足小林的一部分要求了。我第一次见陈浩的时候，就觉得这小伙子是个典型的直男，不太懂浪漫，表达感情也有点木讷，但他人品没话说，做事稳重又有责任心，是个靠谱的人。终于到了相亲那天，小林早早就到了，打扮的那叫一个漂亮，妆容精致的挑不出一点毛病，一看就是对这场相亲抱着非嫁不可的决心。陈浩也挺准时，一见到小林眼睛都直了，估计心里也在想，这姑娘确实漂亮，可这要求也太高了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相亲的气氛还挺不错，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寒暄着，场面也算轻松愉快。可聊了一会儿，话题就到了关键地方，小林忍不住就开始了他的富二代宣言。他直直地盯着陈浩，毫不含糊地说，陈浩，我这人说话直啊，我是个有要求的人，就目前来看，我觉得你的家庭背景和资产还不够，没办法支撑我未来想要的生活。他顿了顿，眼神更加坚定，这么说吧，要是你能有5000万以上的家庭资产，或者像那些顶级富二代一样有强大的背景，那我倒是可以考虑嫁给你。陈浩一听，当时就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小林会这么直白，更没想到自己一向顺风顺水的相亲场面，就因为小林这几句话变得无比尴尬。哎呦喂，陈浩有点不高兴了，你这是相亲还是在挑商品呢？光看人家是不是富二代啊，你就没想想人的价值难道就只体现在钱上吗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该担心在你眼里，我连个值得关注的人都算不上了？小林被陈浩这么直接的回应弄得一愣，显然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。他也有点不高兴了，立马反驳道，我当然知道人不能只看财富，可你总不能让我找个未来还得靠我养活的人吧？结婚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过得幸福，提高生活质量吗？你要是给不了我这些，还谈什么未来？
陈浩皱着眉头，冷笑了一声说：“我倒想问问你，像你这么高要求的人，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找到个完美男人啊？难道你觉得自己是超人，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别人的命运？再说了，没钱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，还谈什么给你带来幸福？”听到他俩这么针锋相对，我心里一阵酸楚，就知道这场相亲怕是要黄了。你瞧这两人，一个仗着自己漂亮有气质，一个凭着自己事业有成有背景，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交流啊。两人心里的结越系越紧，说出来的话那是充满了挑衅和反驳。我看着他俩这火爆的对决场面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我干婚恋服务这么多年了，太清楚婚姻的真正价值可不是只建立在金钱上，可咱也不能否认，金钱确实能给人带来安稳和安全感。小林这要求虽然高得离谱，但我也能理解她作为大龄单身女性的那种焦虑。而陈浩呢，他的反应也让我看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被单纯的物化或者衡量。说实话，今天这场相亲真把我气得够呛。婚姻它可不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啊，它应该是两个人携手共同成长的过程，是相互扶持着走过一生的道路。但现在这社会啊，太多年轻人，尤其是像小林这样的大龄女性，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，对婚姻的认知都扭曲了。他们不再是为了感情而结婚，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通过婚姻提高生活质量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赶紧插话：“你说的对。”陈浩，但你也不能因为小林有高要求，就直接否定她的价值。婚姻本来就是一种相互的选择，可不是一方要求高，另一方就直接反击。你们俩都得找找平衡啦。说完，我看看小林，又看看陈浩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心里满是无奈。这场相亲就这么不欢而散了。事后，我决定把小林和陈浩从相亲名单里剔除。我跟小林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这要求实在是太高冷了，要是一直这么挑剔下去，真有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合适的人。说不定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富二代，而是一个能真正理解你内心的男人。”然后我又找到陈浩，跟他说：“小陈啊，虽然你目前的条件可能达不到小林要求的那种顶级标准，但你也得试着接受多元的婚姻观念。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价值体系都不一样，咱得互相理解。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纯粹的爱情，还是为了金钱？又或者是为了两个相爱的人一起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？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。但不管答案是什么，只有先真正了解自己，才有可能找到那个对的人。本来啊，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可谁能想到，过了几天，小林又来找我了。他一进门，我就发现他状态不对，往日里那股子自信劲儿没了，眼神里透着股子迷茫和失落。他一屁股坐下，就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回去想了好多天，您那天说的话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。我可能真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，光盯着钱，忽略了好多重要的东西。现在我心里挺难受的，觉得自己之前太傻了。”我看着他心疼地说：“闺女啊，能想明白就好，婚姻可不是小事，得慎重对待。你能反思自己，这就是个好的开始。”小林接着说：“丽姐，您能不能再帮我介绍个对象啊？这次我真不挑那些物质条件了，就想找个能真心对我好，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的人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当然行啊，闺女，只要你心态调整好了，丽姐肯定帮你找到合适的人。不过你得跟姐说说，咋突然想通了呢？”小林叹了口气说：“丽姐，那天回去后，我仔细想了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。以前谈过几次恋爱，每次都全心全意付出，可最后都受伤了。慢慢的，我就觉得只有钱是可靠的，有了钱就有了安全感。但经过这次相亲，我发现就算对方有钱，要是两人三观不合，也没法好好过日子。”我听了点点头说：“闺女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感情这事儿啊，不能光看钱，得看两人合不合得来，能不能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。”送走小林后，我又琢磨起这事儿来。其实像小林这样的姑娘不少，她们在感情里受过伤，就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全都寄托在物质上。可婚姻是实实在在的日子，光有钱没有感情，那日子也过不踏实。再说陈浩那边，我也一直惦记着。我寻思着找个机会再跟他聊聊，
让他也别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。正好没过几天，陈浩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请我吃个饭，跟我聊聊。到了饭店，陈浩一脸诚恳地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想跟您道个歉。那天相亲我太冲动了，没控制好情绪。后来我也反思了自己，虽然小林的要求我接受不了，但我也不该那么直接地反驳他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小陈啊，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好。相亲嘛，就是双方互相了解的过程，遇到观点不一样的时候，得好好沟通，不能一上来就呛火。”陈浩接着说：“丽姐，您说现在的人找对象咋都这么看重条件呢？我就想找个能欣赏我这个人，愿意跟我一起奋斗的姑娘，咋就这么难呢？”我给他倒了杯茶说：“小陈啊，现在社会压力大，大家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点，这能理解。但有些人就把这想法极端化了，只看重物质，忽略了感情。其实你和小林都没错，就是没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”跟陈浩聊完后，我越发觉得，现在的年轻人在对待婚姻和相亲这件事上，真的需要正确的引导。过了几天，我在婚介所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相亲经验分享会，邀请了一些成功牵手的情侣来给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。小林和陈浩也都来了。分享会上，一对情侣说道：“我们俩刚开始相亲的时候也没啥特别的感觉，但后来接触多了，发现彼此兴趣爱好都挺像，三观也合。虽然我们俩家庭条件都一般，但我们愿意一起努力，为了以后的生活奋斗。现在我们在一起很幸福，也在为买房子攒钱呢。”小林和陈浩在台下听得很认真，我注意到他们俩时不时的互相看一眼，眼神里没了之前的那种针锋相对。分享会结束后，小林找到陈浩说：“陈浩，那天相亲是我太鲁莽了，只想着自己的要求，没考虑你的感受，希望你别往心里去。”陈浩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太冲动了。其实经过这事儿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找对象不能光看对方的态度，自己也得学会理解和包容。”看着他俩能这样心平气和的交流，我心里特别欣慰。我走上前说：“你们俩能这样想就对了。婚姻就像一场旅行，两个人得携手同行，互相照顾。希望你们都能找到那个对的人。”从那以后，小林和陈浩都积极参加我们婚介所组织的各种活动，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。小林不再把物质条件看得那么重，而是更注重和对方的沟通与了解。陈浩也变得更加开朗，学会了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过了大概2个月，小林兴奋地跑来告诉我：“丽姐，我遇到一个男生，我们俩特别聊得来。他虽然不是富二代，但人很上进，对我也特别好。我们现在正在交往呢。”我看着他满脸幸福的样子，打心底里为他高兴。闺女，太好了！只要两人真心相爱，一起努力，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陈浩也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丽姐，我也找到心仪的姑娘了。她欣赏我的事业，也愿意和我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。多亏了您之前的教导，让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小陈啊，这就对了。婚姻是要两个人用心经营的，希望你们都能幸福。”经过小林和陈浩这事儿，我对婚介工作有了更深的感悟。每一个来相亲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期待。我们红娘不仅要帮他们牵线搭桥，更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婚姻观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大家都在忙碌地追求物质生活，往往忽略了婚姻中最本质的东西——感情。其实，真正的幸福不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，而是两个人相互陪伴，相互理解，一起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能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也希望大家能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一些启发，在相亲和寻找爱情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。朋友们，今天丽姐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身边也有什么有趣的相亲故事，欢迎来跟丽姐分享。咱们一起聊聊这婚恋那些事儿，说不定能给更多人一些帮助呢。